大家节哀顺变，让师傅安静的走吧。咱们一定要体体面面的送他老人家走。哥，我去给爹置办寿衣和棺材，这就交给你了。你不用管了，医院的手续，罗成都已经办好了。罗福生，今天幸亏有你，我才能见我爹最后一面。我又欠了你这么大人情，但是我爹的后事，我想亲力亲为为他办好。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你一个人，行吗？可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真的不劳你费心了。那你有什么事儿，随时来找我。听。加深。
许少爷，你别喝了，你烦不烦啊？哎，我知道了。罗福生，要不是因为你的阻拦，我和田英现在就在轮船上了。可是呢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。我本来应该救死扶伤的双手，没有起死回生。在田英眼里，我就是个杀人犯。我成了个杀人犯。星辰，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现在这样。我本来已经想好了，我一定会赶在天意拜堂成亲之前把他带出来，让你们再见上一面，让你们好好的聊一聊。我不想让你们错过彼此，可是我怎么会预料到后面的？罗福生，你这个人自私自利，道貌岸然。你明明就是见不得我和天一幸福，你才把他留住，放在你身边。你少为这些肮脏的想法找借口。我是你兄弟。兄弟，我有你这样的兄弟吗？罗福生，你破坏了我们所有人的幸福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没走成，我要娶红兰，可是红兰爱的人是你，你心知肚明。天英没走成，她要嫁给段天子，可是天英爱的人是我。你呢？你输得彻彻底底，这是你的报应啊，罗福生！你敢说，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家好？啊？罗福生，你毁了我们所有人的幸福，包括你自己的。我们现在所有人都是输家。这个就是你想要的结果，这个就是你口口声声的把我当兄弟。巡长，不管你现在怎么说，我罗福生还当你是兄弟。可是我现在请你马上回家，清醒一下。我明天去找你。不用，我现在非常清醒。罗福生，从今以后，你再也不是我许心中的兄弟。
姓张，不许这么说，别胡闹。闹？我胡闹？那他现在在干什么？罗福生，你等着，我要把你虚伪的面具撕掉。给我吧。天意，大家辛苦了，先进去吧。在遇见你，你知道吗？虽然你说你可以一个人承受这一切，但是我还是很担心你。任何人在遭受这一连串的打击之后，都很难挺得住，何况你一个柔弱的女孩。我知道你已经很坚强了，已经做得足够好了。此刻只因你我每个角落沾满烟火，全世界开始沉默。终于作别从前，开始长久，虚拟已是平凡若梦是结局，把爱变成最浪漫的故事，默默守候，为你执着眼里轮廓，刻下我们彼此不变的承诺，与你浮生相伴，一路永久，彼此对望是你如痴的双眸，无论天空海阔，世界尽头，我会陪着你。学长，你给我走！你怎么还没睡？等你啊！你又迟到了。你为了自己的爱情，去闹别人的婚礼，这就是你所谓的自由？既然您知道了，要怎么处理，随便你。回来就好，至少你现在知道要去抢回本该属于你的东西，这比过去那个乖宝宝强多了。但是还远远不够。我之所以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你放手去准备，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你以为你跟那个戏子逃到了码头，就能逃得出我的五指山吗？为什么你总是能预料到我的一切？你以为警察局长的侦查能力是个摆设吗？你这是在控制我，控制我的人生。你感到很愤怒，感到耻辱，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更应该认清的是，为什么我
总是能控制你，因为我的能力比你强，我的权力比你大，所以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你。但是，你能被我控制，你其实应该感到高兴啊！高兴，因为你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爸爸，你所要做的就是踩着我的肩膀，去掌控更多的权利，去掌控别人的人生。只要你有权利，你就可以掌控任何人的人生，包括你想要而得不到的女人。儿子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多恨我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总有一天，当你的权力超过爸爸的时候，你自然会明白爸爸有多爱你。罗成，罗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啊！我不是说盯着戏班吗？我睡着，你为什么不叫醒我呀？不是看你睡着了没忍心打扰你吗？你肯定是累坏了吧？你说你也是的，担心天音姑娘有困难不来找你，自己在这儿硬扛死守的，你何苦啊？不过还真让你说着了，现在是有麻烦了。麻烦？嗯。马老板，停灵3日是我们家乡的规矩，还请您能够体谅。还叫我怎么体谅啊？我为你们安排戏院，为你们安排住处，我投入那么多，最后能赚多少？我不倒贴就不错了。现在把我这儿搞得是乌烟瘴气的，还叫我体谅你们？谁体谅我呀？马老板，想要怎么样体谅啊？您倒是说给我听听。二当家，马老板，我知道你心里有些不痛快，人之常情。可俗话说死者为大，你现在说这些，恐怕有些不妥吧？不是二当家的，不是我说，你看，这有点太晦气了吧？晦气？可不是嘛！大伙儿都叫我阎罗王，因为我见过的死人比较多，我当然比较晦气了。别，二当家，我不是说您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马老板，我们确实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但真的是请您给我们行个方便，只要能踏踏实实的送走我爹，我们什么条件都答应。行吧，既然天音姑娘都已经开口了，您有什么条件，您提提看。那行，让老班主停灵3日出殡，可以。可是，以后戏班唱戏，和我们龙福戏院的分账是1比9。1比9，够狠的呀，马老板，比我们洪家还狠呀！你这是要敲骨吸髓是吧？哎，陆福生，马老板，我们答应你，就1比9。停！罗福生，如果没有马老板的话，我们戏班在东江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，做人不能忘本的。只要能让师傅入土为安，大不了咱们师兄弟们多跑些堂会，只要肯吃苦肯努力，咱们戏班就不会倒，也能告诫师傅的在天之灵。马老板，既然我们已经答应了你的条件，也请您给我们行个方便，让我们给爹办个体体面面的葬礼。那行，天音姑娘，你是戏班的头牌，既然你答应了，我也就不好再阻拦什么了。二当家的天音姑娘，那我就告辞了。
我怎么样？今天累不累？不累啊。福生呢？福生怎么没来？他以后都不会来了。怎么了？闹别扭了？是不是因为福生没让星城带走天鹰的事儿？怎么回事？你不知道？一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，起。你来干什么？老班主，我罗福生是个戏迷，好听一耳朵戏。您的戏，真是唱得太好了，可惜走得早。您的戏，我还没听过瘾呢。今天我这个铁杆戏迷，来送您最后一程。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谢。节哀顺变。谢谢你，罗福生。许新城，好啊！你这个杀死我爹的凶手，我今天就废了你！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来送送老帮主。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！哥，今天的日子我们不能再出乱子了，我去跟他说。你跟我来。天鹰，我是真心想来送送你爹的。许星城，我不管你是真心实意还是别有用心，我和戏班都不会接受的。今天是我爹出殡的日子，你最好不要出现在这儿。如果你真心希望我爹能够安稳地走，以后就不要再来打扰他了。
我知道你难过，天影，可我只是想表表我的心意。我再说一遍，许星城，你的心意，我不会接受，我爹他更不可能接受。那天你也亲耳听到了，我爹临终之前，让我远离你。他的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所以我发誓，我绝不能再违背他的心愿。你不用把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。那天是我强行带你走的，所以害死老班主的人是我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爹他人都已经走了。你知道吗？这几天我寝食难安，我很自责。对不起，天音。那天我抢婚，我只想到了我自己，只想到了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将来。我是忽略了其他人的感受，失去理智，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。当时我真的是以为你爹他的苦肉计，如果我知道他真的快不行了，我是绝对不会再刺激他的。毕竟我曾经也是个医生。但是你现在已经是一个警察了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啊，天影？你有亲眼看到的，我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，我在努力做一个好警察，努力试图改变警局的风气。许星城，我现在每看到你一次，就有一个声音在脑子里时刻提醒我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我爹就不会死，是我害死了我爹。所以星城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也不要出现在我们戏班面前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过得更好。天野，不要啊，天野！你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怎么样都好，可是你不可以不理我呀，天野！我求求你，你不要这样对我，好不好？啊，天野，好不好？许星哲，你知不知道，本来躺在棺材里面的人应该是我。天野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本来已经准备好了用我这条命来报答他老人家的养育之恩，可是那天呢，我却跟你走了。我非但没有孝敬他老人家，我反而夺走了他的命。这件事情每天就像一个枷锁一样把我重重压着，让我生不如死，你知不知道？时辰已到，准备起棺。徐京城，你还是走吧。今天是我爹出殡的日子，我不想让他老人家得不到安宁。天野，我问你最后一句话，你如实告诉我，是不是从始至终你就没有想过跟我一起走？徐星城，你我之间绝无可能。你走吧。一路走好。天野，在你心里，这就是我们爱情的葬礼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就让所有人都为我们殉葬。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差错。小姐，下去吧。
你不是以前不喜欢把生意上的事儿带到家里来吗？怎么最近我们家访客这么多啊？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太多了，让我很头疼。特殊时期，特殊处理。生意上怎么了？有没有出什么大事啊？没事儿，有你爸爸我在，放心吧。兰兰，前段时间生意上的事情多，爸爸压力大，我拿生意上的事儿来压你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这事儿是爸爸不对，爸爸向你道歉。我洪珍宝的女儿，只要幸福就好，其他的事儿都不用管。爸，如果你为了我的幸福的话，那你就解除我跟许星辰的婚约。你看你怎么又来了？因为许星辰他明明有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啊，他今天还去抢亲了呢，而且还准备跟别人私奔。有这回事儿？千真万确啊！爸，你看啊，许家他们是不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因为他们根本就觉得理亏。许星辰他走了吗？那都没走成。你看，他没走成，那就说明没事嘛。怎么就没有事儿了呀？反正我就是要跟他解除婚约。兰兰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许星辰没走成，就说明他悬崖勒马，他都知道自己错了。咱们洪家这个时候得理不饶人，非要跟人家解除婚约，那就是要彻底跟许家撕破脸皮，没这个必要吧？可这是我的幸福呀！兰兰，就是为了你的幸福，咱们洪家也不能抓着他许星辰的小辫子不放，是吧？你想想，哎，我们放他这一马，原谅他这一次，他这辈子在你面前都要挨一头，将来嫁到许家，肯定不会吃亏的。兰兰，爸爸再也不以家族的利益来要挟你，可我是你爸爸，我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归宿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爸，这婚我非结不可吗？兰兰，爸爸这辈子什么事儿都答应你，唯独这件事儿，你得答应爸爸，非嫁不可，没得商量。这个院子跟爹带我们刚到东江的时候一模一样，可是这一切都回不去了。你想回到过去？想，我想再看看他，哪怕他是在骂我，我也想再看看他。跟我来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的皮影就到这里了啊！明天欢迎大家继续捧场啊！哎，慢走慢走啊！哎，明天再来啊！慢走慢走。哎，再见啊！哎，老板，先别说，二当家的。嗯，来，一起走。你等一下啊。停！你这孩子愣着干什么呢？哎，这就对了嘛！打起精神来，爹问你啊，你今天练功了吗？爹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没有练功，下不为例。谢谢爹。天英啊，你要记住，爹可一直都看着你呢。所以，你一定不要偷懒，知道了吗？放心吧，爹，女儿以后一定不会偷懒。丁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不欠谁的，你给爹带来过快乐，你帮爹接了这整个戏班，
你做的已经够多的了。爹，我知道自己做的还不够，我会更加努力的。哎，这就对了，你的命是你自己的。你要是活好了呢，你的命是你自己的；要是活得不好了呢，这命也还是你自己的。所以，你一定要坚强勇敢地活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想让爹继续的高兴，你就要坚强地活着，知道了吗？哎，这才是爹的乖女儿嘛。好了，爹走了。天意，其实你爹一直都在天上看着你呢。如果你不能好好的活下去，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他了。你明白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在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下看了这封信，现在还给你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逃避了，我一定会振作起来。为了爹，我也要把整个戏班撑起来。罗福生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就算我把戏班交给了天鹰，那将来不还是你的呀？你才是爹的亲骨肉，天鹰终究会是你的妻子。我跟你说啊，如果天鹰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不光是我们戏班子缺了顶梁柱，你的婚姻也……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。天鹰明明是你的媳妇儿，却不能同铺，爹知道你心里不好受。天鹰，天赐啊，在成婚之前，就让他一个人带着，慢慢的他就会明白了。
天英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么一个大男人很没用，还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哭啼啼的？怎么会呢，哥？爹走了，我跟你一样伤心。我最能理解你的心情了。不瞒你说，爹这突然一走，我心里空落落的。以前他还在的时候，在他的树荫下，我们戏班都有依靠，风吹不着，雨打不着。现在这棵大树没了，我真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。